连博基尼豪车私会是假的。聊聊诚意铁三角被造谣的这件事。假设一下，假设今天收工，挤进那辆剧组保姆车最后一排，戴着渔夫帽，缩在角落低头刷手机的那个人，不是诚意，而是另外一个正当红的流量明星。你猜个露营消耗的标题会怎么写？我跟你讲，大概率是沦落了，咖位不行了，怎么连个迈巴赫都混不上。但同样这个画面，主角是诚意的时候，剧情就反过来了。营销号非但不说他低调，反而翻出3年前的剧组道具图，硬给他编了一出豪车私会兄弟夜行的大戏。你说这事儿气不气人？各位，今天这期我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这件事。我先把话放这儿，在我看来，诚意下班真做剧组 GL8 这件事不是什么黑料，恰恰是2026年整个 Space 里最清醒、最体面的一个动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别急，听我把它拆开。行，说回这个事，咱们先得搞清楚到底发生了啥。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5月24日，你好星期六录制，莲花楼的铁三角，诚意、曾舜晞、肖顺尧3个人合体上了节目。重点是收工之后，3大男人挤在同一辆剧组的别克 GL8 保姆车里，诚意戴个渔夫帽，缩在最后一排刷手机，曾舜晞和肖顺尧在前座斗嘴。全程注意这几个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超跑，没有闪光灯军团，就这么个朴素到不行的画面。结果呢，营销号那边是怎么操作的？他们把2023年莲花楼剧里那个豪华马车道具，粉丝当年开玩笑叫它连博基尼，对，就是剧中四顾门那套排场十足的马车，把这个3年前的剧照翻出来，包装成诚意私人房车，深夜密会兄弟。说白了，骗你点进去，看的是3张2023年的旧图。翻译成人话就是，人家是下班坐公司班车，被你说成开兰博基尼私奔。好，我知道说到这儿，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那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整理一下，这不是我的观点啊，你听完整再判断。网上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艺人都混到顶流了，连辆好车都不舍得，挤保姆车，是不是说明咖位虚？其实没那么风光。还有一种是真的被营销号带了节奏的，一看豪车私会这种字眼，下意识就觉得哦，肯定有瓜，连图是哪年的都不看就赚。这2种声音，说实话，在饭圈里确实存在，我不回避。但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会发现完全说反了。咱们先说营销号这套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营销号的核心 KPI 是什么？是点击，是流量，不是真相。一条顶流私会超跑夜行的标题和一条3位演员下班合坐保姆车的标题，哪个能让你手指头忍不住点下去？明摆着是前者。所以他们需要的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一个能让你瞳孔地震的故事。于是3年前的剧组道具就被翻新成了今天的私人豪车。这套打法在这个行业里太常见了。古装顶流铁三角合体，又赶上莲花楼2 2026年3月横店开机正在拍，热度本身就在峰值上，营销号不蹭白不蹭。说到这个，我得补一句，这恰恰反过来证明了诚意现在的热度有多硬。没流量的人，营销号懒得编他。那问题来了，诚意需要靠这种绯闻抬咖吗？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才是我今天最想说的点。各位老粉应该都记得，2026年1月，诚意和老东家欢瑞世纪和平约满，自己组了个工作室，叫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被安排的艺人，变成了一个自己当老板、自己做决策的人。据我看到的信息，这部分如果有更新，欢迎评论区补充。他单飞之后片酬翻倍，而且手里握着选角的否决权。你品品这个分量，选角否决权在内卷成那样的古装赛道里，是多少演员求都求不来的东西。我插一句啊，当时他约满的消息一出来，老东家的股价据说连着跌了好几天。我查一下这个数据，
凭印象说好像是说2天之内跌了10%几，具体数字我得保留意见，但那个市场反应的方向是明确的，资本用脚投票，投的是程毅这个人本身值钱，而不是哪个公司值钱。所以你回头再看那辆 GL8， 一个刚刚拿到事业话语权，片酬翻倍，自己当老板的人，下班选择和兄弟挤一辆剧组保姆车，带个渔夫冒刷手机，这不叫混得不好，这叫真正的强者从容。说白了，真正手里有底气的人，才不需要用一辆超跑来证明自己。耍排场的，往往是心里虚的。程毅这个状态，我用一个词形容，叫火候刚刚好。好，扯远了哈，不对，这个不算扯远，这就是正题。拉回来，聊完事业，咱们说说今天我个人觉得最戳的一块，铁三角这份关系。你想想看，2023年莲花楼播完到现在，快3年了。这3年里，程毅单飞当老板了，身份变了，3个人各自进组，各忙各的。按常理，很多剧组 CP、营业兄弟，戏一播完，热度一过，关系也就淡了，甚至连面都不见了。但这3个人，今年3月，肖顺尧过生日，曾舜晞专门空降生日会，2个人同台合唱了莲花楼的歌，唱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程毅的角色李莲花，那意思就是人虽然没来，但中间那个位置永远给他留着。你品品这句话的分量，翻译过来就是咱们3个少一个都不完整。然后到了5月24日好6后台，3个人还是互怼如旧，该斗嘴斗嘴，该挤一辆车挤一辆车。这种关系，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他跟那种为了宣传期硬凑出来对着镜头才有的营业兄弟完全是两码事。真感情是不挑场合的，是收了工关了机没有镜头的时候还愿意挤在同一辆破 GL8 里斗嘴的那种。而且你别忘了，程毅都单飞当老板，有否决权了，莲花楼2他还是回来了，3个人原班人马一个不少，2026年3月一起进了横店封闭拍摄。这说明啥啊？我换个说法，这个事儿的分量在于，这份关系经得起身份变化的考验，这才是最难得的。所以你再回头看营销号那套豪车私会的剧本，是不是特别廉价？人家本来有一个那么珍贵那么真实的兄弟情，非要被加上滤镜，包装成顶流深夜超跑密会这种廉价8点档。这就好比一道火候刚刚好的好菜，非要被你浇上一勺地沟油酱汁，图什么呢？图你点进去那一下。行，差不多该收了。最后我想说，这次莲博基尼的瓜其实就是个特别典型的样本，它告诉你，在这个信息满天飞的环境里，真相往往比绯闻朴素的多，也无聊的多。3个大男人几辆保姆车斗嘴，确实没超跑私奔刺激，但朴素的才是真的。不过这事儿还没完，我留个尾巴。营销号这套翻旧图造新瓜的打法，绝对不会只用在程毅身上一次。等莲花楼2今年开播热度起来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还会有新一轮的瓜被制造出来。到时候是什么形式，又会拿哪张就图做文章，这个我留到下期咱们专门聊一聊营销号在一部剧播出周期里是怎么一步步收割流量的。那个细节一直没什么人正经讲过，懂程毅的人会懂他选择那辆 GL8 的体面。今天这期就到这儿。